那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一期视频，又是一期硬核视频啊。因为前面我录了一期视频，硬核视频效果蛮好的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前面那个讲黑苹果的，有很多人给我反馈说，这个一次讲的太多了，然后这个把 ICPI 的部分都全部讲完了，所以太多了。那今天要带来的这个硬核视频就是软路由里面的固件 OpenWRT 的编译。那我计划就是分2期来讲吧。我先把分辨率改一下，要不然看的不是特别清楚。我先把这个改大一点啊，对，大一点。好，老规矩啊，老规矩。不对。哎呀，都忘记命令了都，我都忘记命令了。那第一期给他带来的就叫，标题很简单啊，那就叫小白都可以自己去编，这是一个初级教程啊。然后前面已经讲过了啊，整个过程，这个整个过程必须要支持全局科学上网。如果你不能科学上网，那我的建议就不要搞了啊。那这一期的OpenWRT 会分成2集来录，就前面我讲过的啊。第1集呢就适合小白，那第2集可能就进阶了，会讲到一些针对你自己机器的硬件的一些设置啊。那第1期我们不讲硬件，可能讲一些简单的工具，一些简单的配置啊。那 OpenWRT 的，那我们不可能用官方的源代码去编译，因为那里面插件比较少，界面也比较难看。那如果自己编译嘛，我建议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 LED 大神的，这个在那个国内有一个 N3 论坛，那很火的。这个莱农，这个我在早期的时候玩过莱农的固件，那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里面有什么差别了。那目前现在用的都是 LED 大神的，所以这期我会用这个 LED 大神的这个固件为例子来讲啊。那我的硬件，第一个是主板叫 CPU， 是原来在淘宝上的，还有日期呢，2020年3月份买的，这个是带 CPU 的，这个 G3710 CPU， 我记得热功耗应该 6.5 嘛，14纳米的工艺。这个 CPU 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那因为它上面板载只有1个网卡的，那我们至少要再买1个网卡，所以我买了一个2口的千兆网卡，然后加在一起就是3个网卡，那就够了嘛，对吧？那其实2个网卡也就够了啊，然后上面3个啊，这也挺好。然后编译前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啊，这个在 LED 的 GitHub 上也写的很清楚。首先要装好无版图64位，它的编译环境，这种交叉编译需要无版图的环境啊，建议是18 Long-Term Support LTS 版本啊，x64的。但是我家没有，很遗憾，我家没有这个无版图，我家有个gen 2啊，那我只能在gen 2上去讲了啊。我没有无版图，我只有gen 2，那我们只能对着gen 2来讲。那环境嘛，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对吧？环境嘛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这里我是有一个 LED 这个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为了演示的，我们新建一个模组啊，我把这个 copy 下来，还好我家网速快，那我这个很快就下来了，对。
这个就是通过我这个软路由出去的啊，我们走了一条特殊的线路啊，下载达到13兆每秒是吧？这个还是可以的啊。好，下好了，在我们进 Light 目录里面啊，有一个配置文件需要改一下啊，就是这个文件 feed.conf 啊，我们看最后一行有个叫 Hello World， 对啊，把前面的这个注释去掉啊，看到啊，它前面本来有个注释的，我们把它去掉啊。那为什么要去掉这个注释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去掉就好了哈。OK， 那截屏啊，这里面都有的。然后下一步就是更新插件，那更新插件嘛，是的，复制的。这个也是需要科学上网的啊，这里面有很多插件，如果你没有科学上网，应该是拉不到的。然后在编译的过程中，其实也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科学上网，它有很多模块可能拉不到。哇，这么慢呢？我这个机器的性能太差了啊！性能太差了，这还要改啊！看我内存巨大无比是吧？对，对。他现在扫描这个组件，好了啊，顺利啊。把这些插件安装进去。其实前面2步都没有什么的，就其实要讲一下最关键的是这个地方啊。这个地方其实我的文档上其实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就是大家去照抄就好了。当然，那懂的人就不要抄了吧，不懂就是不是特别清楚、不了解的人。这个界面有高手应该很熟悉的呗。高手应该很熟悉的。看一下就知道了啊。好，这个已经启动了。我其实给大家看一下对比一下啊。因为这个电脑是24小时开的，所以这是一个低功耗的CPU， 它编很久。那当然编译过程我可能不会在这里等了，会让大家看一下编译结果就好了。看到这里监图是吧？那我用的是监图，那监图嘛，如果你要重编译内核嘛，对，这是 Linux 内核的界面。所以你看它做的跟 Linux 内核的界面是差不多的。OK， 这个我们不管它，我来讲这个啊。那对这个就很简单，我的文档其实这一部分写的很清楚啊。第一个嘛，那肯定是 X86 嘛，因为我这是一个 X86 软路由，就是 X86 的嘛。那这个就是 X8664嘛。当然，如果你家有别的东西嘛，你还可以在这里去选一些别的东西的。OK，OpenWRT 本来就可以装到很多这种路由器，比如说这个
Linksys 的路由器就可以的，什么巴法洛都是可以的 ，OK。然后在这里面都可以找到固件，对。然后这个 Target Profile Generic x86啊64。那 Target Image 呢，我们可以讲一下，对吧？那这样子，一般我就是用 ext4的啊，这个其实不太需要的。那这两个东西是要留着的，一个是 Grub 的 Image，一个是 EFI。一般情况下我们是 EFI 引导，那其实这个其实有的没有 UEFI 的主板，那你上面要选一下，但你留着吧，它最后变成一个 Combine 就是一个东西。然后这是kernel partition 的 size， 对吧？我们可以给它大一点嘛，对吧？一般给个128兆。然后这个嘛，就是你最后 U 盘里面整个空间有多大？那我一般给个2048，因为 U 盘现在真的低于2G 的太少了。那内核打个包，不打个包嘛，它占地方。那你又不知道虚拟机这个东西干掉，是吧？那0秒的 OK， 那其他就不用改了。然后 build setting 这个其实不要动啊，编译器的。那这5个选项你也不要动它，对吧？那 base system 我看有什么东西要改的。那 base system 暂时我们东西不要动，对吧？这个你确认了就好了。那我后面会讲。然后这里面嘛，其实也不要动它了，啊，那这个也不需要动的。那这个更不用动，这个跟开发有关系的了。那这个嘛，对，也不要动它了，是在进阶的会讲它。那 firmware 嘛，我们也不要动它，原因是如果你是编x86了，这里面都可以干掉，字体都选上啊。那这个跟 Linux 的内核是一样的 ，M 就代表是模块，这星号代表是编译到内核文件当中去。那现在嘛，内存也不是什么问题了，所以就不要放到外部了，直接放到内核里去，我连字体都放进去。原因是内存用不完了，内存太多了。就是刚开始加载的时候多加载点嘛，其实也没什么关系的。那字体为什么要选？那界面不是好看一些的？比如说那个模板用了什么字体，结果你没有，是吧？或者里面哪里用了什么字体，登录 S 进去，是吧？kernel model 那这个都是属于下一讲当中我会讲到的东西，那这个其实下一讲也不会涉及到它，这个也是在下一讲当中去讲的。然后Lucy 是要讲的，没有，那这个其实也没什么用的，好，一般都不用的，那这里面其实也没什么用的，不用动原理。Network 的这也是在下一讲当中的啊。上的嘛，能关就关嘛，难道你用软路由天生吗？不可能吧，对吧？这个 XOR 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。好，今天讲的就是 Lucy 里面前面几个都不用讲了啊，这个暂时这个不用管它，然后 model 也没有什么东西，对吧？Applications 那这是重点要讲的。那主题都选上了，是吧？主题越多越好，我还嫌它少呢。今天看这种样子，明天换个样子看一看，是吧？然后后面的都不要管它了。然后主要是讲 applications 呢，这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。那这个是需要的。AD by plus 干嘛的呢？是拦广告的，后面有，后面写的还是 add by 的。Advanced report 它是给 Linksys report WebUI 这个不管它。那这个 AirPlay 2其实有用处，不用它干嘛？这是一个下载，这两都下载用的。ARP bind 这干嘛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这里就是我一般不用它这个 sys upgrade 的auto reboot 这是新版本的，有这功能啊，我老的怎么好像没有这个功能？就是百度一个那个它有个 PCS， 包括那个什么视频，百度不有什么视频加密嘛，都是这东西，然后这里基本都不太需要，那你不可能在上面去执行shell的，外部上执行shell，这其实也没什么用。那 DDNS 就是逆向解析，就是你动态解析，就是你加 IP 地址，如果是电信的话，它是有公网 IP 的。那公网 IP 嘛，那你要想访问你家的话，可以做 NAT 穿透的，那你得能连得上，得知道 IP 地址嘛。那动态解析你通过域名可以来访问的。然后DNS 相关那都没有什么用，
不管它，不管它。这个 FRPC 是那个吧？是跟一个游戏加速有关系吧？不记得了，太久了，可能跟游戏加速有关系吧。那只是 WiFi 的一些控制啊，我们又不给它做 WiFi，所以这些不管它。IPsec VPN 加上看虚吧，我是加上，原因是我要用。这是一个那个吧，是 N13是一个翻墙的是吧？还是什么？好像是这两个东西，好像在这里就可以调的。NFS 我也不用的，NTC， 然后 OpenVPN 你看吧，你有需要嘛 ？OpenVPN 你可以弄一个 OpenVPN 的 server 是吧？那这是一个代理的，这个是下载工具，这些都没什么卵用，没什么卵用，没有什么卵用。300嘛，没什么用。哦，这里有个那双双乳是吧？那按需吧，看那个是吧？按需，你想要哪个你把它选上啊。这个双双乳还是很重要的啊，就是统计相关的。然后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大家需要的，那这个 Victory Server 的，如果你要把你家变成 server 的，你可以把它编译进去。那当然，把你家变成 server 它是有用的。那至于是什么用处呢？今天这里不太方便讲啊。OK， 好，那刚刚就是那样，就是你把你按需的都选上，这个都选上，然后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底下的东西其实你暂时都不需要改。那下一次我的视频呢会讲中间没讲的那一部分的，然后我们就要编译。那编译它呢，那命令呢它也是给出来了，但是如果是第一次编译，我们只能用单线程来编译，叫 make 1，就是如果我们是第一次编译的。那建议是用一个线程来单线程，如果你之前编过了，然后你改了配置再编，那就不用了啊。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等它，因为这个编译是需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，就是它要编很久的，尤其是第一次的。那我要给大家看编完的结果啊，编完的结果在我上面有，因为我自己上面有一个。编完了之后，这里面是在 bin 目录 target x8664，在这个目录里面，就是一般情况下，我其实用这个文件就好了，我刚用它，你把它解压出来，它是有个镜像文件的，然后这个镜像文件当中，这个镜像文件你把它刻录一下就好了，那这也不太好搞啊。我们把它复制过来就好了吗？不就好了吗？这么麻烦。好，这个东西把它解压出来，是我之前编的啊。什么意思？哪个是直接刻录的？看来我很久都没有。看来我很久都没有，我都没有重新编译过它了。对，就是直接来的。就是直接来。
它只是压缩过的。然后这里你插入一个 U 盘，然后 Select 这里面是会有 Select Device 里面是有的，这是你的 U 盘，然后你把你的 U 盘插进去，然后写进去就好了。那写结束了之后呢，那你就可以访问一下啊，就插到你的软路由里面去，然后这就是对，然后你这样就登录进去了，那我不能往下移，对吧？然后就泄露了一些关键的信息啊。然后你看，我这个软路由内存都用不完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刚刚说的那进去这个挺好看的，是吧？OK，然后基本的功能就有了，包括对你希望有的功能，是吧？那刚刚因为我们选了一些我也不知道的东西，所以它也有了OK，那如果对吧，有一些比如说针对自己的硬件会想有一些定制的话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说。那这一期就这些，你看这个不知道跑多久，我停掉吧，烦死了。OK，好，那先这样，拜拜。